好，继续啊，我们来给大家把这个郁金香给它完成。它的这个花朵还剩一个哈，沾一点点水啊，是先取出来这个颜色。可以看到这个花瓣啊，我们有一个突出的、2个突出的、3个突出的，然后我们就可以说是先把它这几个侧面的先画一下，然后最终画那个最宽的那个花瓣啊。抖一抖笔啊，不要让它那个感觉贼圆润，是有一点点这个花瓣的棱角在的，就是整个花虽然很圆，但我们的花瓣要有这种感觉啊，有这种包裹过来的一个感觉啊。好，基本上可以了，看侧面看它就很完美了 ，OK 了啊！我们先来一点那个绿色，先画也行啊，先把绿色画一下吧。我们来调一下绿色啊，可以用这样的就是很亮眼的、很青春的这种绿色，也可以用那个奶油绿啊。奶油绿的话，就是用这样的绿色去调一下。深绿调一点点肤色进去，就是马卡龙色调里边的绿色，这样的绿色啊。好，然后的话呢，我们先把整个叶子先平刷，啊，这个就用平铺的方法啊，这样的。然后记得不要给它做到这个花朵上面啊，一定不要给它淹没到花朵上面去，如果有的话及时处理啊。开始上色的时候，可能笔上的水分有点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去趁它，颜料比较多的时候，可以先去画大的叶脉。哪儿来的这个？颜色深了也没关系，另外一个笔这么往下刮一下，直接这个颜色就浅了，就淡了。后面的叶子先画啊，靠后的叶子，背景的这种先去画。哎，这个也是啊，先画是吧？后面的这个，哎呀，哪来的毛毛啊？今天好啊，然后在这个上面，我们再画它偏上一点的这个叶子。基本上啊，哎，这块落一个。好，
然后这个时候啊，笔上的这个水分不变的情况下啊，觉得稍微有点干，就到这个里面蘸一点点水，然后再到这个里面的搅和，还是这个颜色。但是此时此刻你的这个搅和的时间久一点，它同样这个色块的话，呈现出来的颜色就会比刚才深。然后不要把所有的都那个涂上一模一样的啊，有的就是轻轻勾一下线条，然后有的是我们去重重的描一笔，让它呈现出来是那个颜色多种多样的一个感觉，是有变化的，是有深有浅的啊。有的可以是在边缘线去描，有的可以是在叶子中间的位置中心这个地方去描，然后另外一支笔随时准备着把它颜色再像冲洗一下的感觉啊，就给它这么描一笔，让它颜色是这种淡淡的过渡过来的感觉。这样一个效果啊。然后至于花朵的空白这个地方，应该是有这个梗的，对吧？那个颜色我为什么没画啊？因为我在最终等待那个颜色出来，我把这个兔子那个它抱的这个郁金香花梗一起画出来啊。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先画兔子，先把兔子颜色找出来啊。兔子身上的话，我们也用粉色调去调，但是这个的话可以是让它是一个橘粉色。橘粉色的话，用这个颜色，把它在这里吧，加一点点啊。这个是一个橘色，有土橘色，对吧？把笔稍微洗一下，然后让它去沾一点粉。先从边缘位置开始去调，感觉这个颜色可以了，再给它逐渐深入啊。粉色加的有点少，再加一点。看啊，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小橘粉色，然后觉得颜色有一点点就是有点暗的话，想提亮的话，再加一点这个肤色。它调完之后就3个深度，旁边地方洗一下。跟这种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区别的。这个不完全是肤色啊，它是有点橘粉的效果的。在这个滤镜里面看可能不是特别清楚，我给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了。直接肤色直接蘸出来，它是这样的啊，加了一点橘之后它是这样的，所以它不是一个颜色啊。哎呀，掉哪去了？还掉了。哎呀。换一个粘度更强的啊！兔子的话我们怎么画啊？就像我们当初画那个小熊一样，那个小熊的话就是先找这个重色，对吧？先把兔子的重色找出来啊。这个重色应该在哪里啊？首先耳朵这个地方出来。首先的话，我们头部的跟耳朵的衔接线的位置肯定是要有一个分界的，对吧？然后其次它脸蛋儿和脖子的位置要有一个分界，对吧？啊，就是腮的这个位置。然后颜色可以一边重一边浅。耳朵的话，中间，然后是它脖子下方跟手连接的这个位置，要有一个重色。
然后是手本身这个括号的形状，对吧？这样一个。可以是先画一条线啊，然后另外一支笔把这条线给它洗干净，这种效果。这样的，然后是它的脚的部分啊，脚的部分可以这样去找一个，是一个弧度啊，有个半圆形，然后这半边也是一个半圆形，但把它们不要连到一块儿去，连到一块儿去它就是一片了啊，一片那么就看不清了。然后屁股的位置屁股的位置来这样给它来一个，然后脚底下脚趾尖的位置。这些地方都是重色啊。画完之后，然后另外一支笔洗干净，把它这么轻轻带一下。然后笔上多余的颜色可以向旁边稍微带一带，蹭一下，给它一点点那个环境色，让它就偏向于这个颜色，而不至于太白啊。然后看看尾巴不要落下了。上次做那个小熊的时候就把尾巴落下了，最后还得补上去。虽然是小小的，但不要落下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用一个稍微深一点的褐色稍微深一点的褐色。其实用这个可以用这个颜色啊，这次因为小兔子颜色很浅，蘸这个。根的位置吸一下水，这个时候试一下啊。这一遍颜色如果说不能掌握好的宝贝的话，一定要涂一个磨砂封层啊。落下一个步落下一步，到底忘了。腮红咱还没画呢啊，红脸蛋的颜色就直接用郁金香的颜色吧哈，粉一点，或者再那啥一点啊，也加一点这个红，稍微跟郁金香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啊。然后不想让它太红的话，你可以加一点肤色进去调一下。我这个就蘸了一点点啊，然后在上面。小腮红。然后把笔洗一下啊。洗一下之后的话，在纸巾上把水吸走一部分，然后戳一戳这个腮红的边缘，让它淡一点点。小心一点点，别弄得哪儿都是啊。稍微给它往上挪一点点。再洗的淡一点，然后我们再来换那个画它眼睛的颜色上去。好啊，这回来再重新蘸一下，刚才肯定水分已经挥发了一部分了。先画重点部分啊，眼睛、眼间距不要太近啊，我小兔子对眼儿不好看，
看起来一副不大聪明的样子，一点也不萌。你可以说两个画的相近的大小，戳2个点点上去，但你不能说两边形差太多啊，大小差太多。这个就是让他鼻子跟那个嘴和眼睛挨得近一点，就要这个感觉，要这个小感觉。我们把这个粉色腮红有一点太淡了哈，再加一点上去，小心翼翼的擦啊。把底下我想加一点点，所以擦掉了一点点也没关系。面积一定不要太大，要不然显得像高原红。好像这个小兔子晒伤了。笔上有一点点水分，但不多，它又不能太干。太干的话点不出来这种点点。就是用那个笔的尖尖的位置去竖向的划3道的感觉。好呀，红扑扑的小脸蛋儿，加上腮红，然后咱们再完善一点，给它干点啥呢？给这个兔子描个边儿，用水彩描边吧，它颜色就比较淡，比较浅，透亮的感觉啊，就不像彩绘胶描完了厚墩墩的。那水彩也要注意很细很细啊，否则的话也是不好看。现在放。它带一点点这种毛发出来啊，抖着笔。颜色觉得有点淡的时候，再蘸一点点水。
注意毛发的方向啊。哎呀，好嘞，然后我们再给它画那个花茎的位置啊。花茎的话呢，再加直接用深绿色，一点点深绿啊，不要太多哈。哦，赶快擦掉。再这一点点，不够深。这个花茎给它来一点变化啊，给它来一笔重色，就稍微在边缘这块给它描一个细细的绿色的边，这样让它立体感更分明一点。哇，太可爱了！我的妈呀，我的心要化了！这是啥呀？这是啊！来啊，另外一边轻轻的。OK， 完事儿。水彩部分 OK， 然后来给它打磨一下啊，打磨一下底边。哎呦呦，可别飞了。两侧这一边 OK， 好，底胶包啊，底下包个边。好的，好，封层啊，我这里用的是亮面的封层。如果大家喜欢那个刚才出来那种水彩刚做完那种磨砂效果的话，可以选择用磨砂封层啊。OK， 照灯。好啦，照好灯，看一下最终效果啊。哇，太可爱了吧！好啦，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结束喽，拜拜，宝贝们。